系统彻底绷不住了，大哭起来。完了，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滚刀肉来？我的任务肯定完不成了，年终评优我怎么办啊？我没再搭理他，我以为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了，没想到在进宫时却被一个小丫鬟叫住了。公主殿下，娘娘让您去见她。我认出这是苏贵人身边的婆子，苏贵人是女主的生母，她原本只是一个侍女，被醉酒的皇上宠幸后有了女主，才被封为贵人。一个贵人自然不可能亲自抚养公主，好在女主长得可爱，被皇后一眼喜欢上了，从此即在皇后膝下抚养。按理说，一个贵人敢这么指使公主，简直是以下犯上，若是被皇后知道了，是要被严惩的。也是女主性子软弱，才会对苏贵人如此容忍。事实上，苏贵人对女主根本没什么感情，甚至厌恶因为女主不是儿子，无法母凭子贵，对女主心怀怨恨。她一直利用女主索要资源照顾自己娘家人。苏婉柔就是苏贵人的侄女，也是她为了给侄女找个好人家，才让苏婉柔住在公主府的，还命令女主好好照顾她。本宫乃是嫡公主，岂有去见一个贵人的道理？我没停步，继续往前走。婆子大喊：公主怎么能这样？贵人乃是您的亲生母亲，莫非您连母亲都不要了不成？我回头看了婆子一眼，婆子神色不服，直勾勾地看着我。其实我不想杀人的，但显然这个婆子已有取死之道。婆子神色不服，直勾勾地看着我。她跟了苏贵人很多年了，平常也把自己当成半个主子，对女主这个公主全无尊重。我懒得多说，摆摆手，杖毙！这下身后的丫鬟嬷嬷都动作迅速起来，一句废话没有，冲上去就把那婆子按住了。婆子惊呆后哭天喊地：我是你母亲的身边人，你不能杀我，贵人知道了不会放过你的，放开我！一个婆子都敢这么对我说话了，可见原身到底有多懦弱，居然被奴才骑到头顶上欺负了。嬷嬷左右开弓给了他几个耳光，扇得他面颊红肿，嘴角流血，随便抽了不知道什么塞进他嘴里，他呜呜不能出声。正闹得热闹时，苏贵人急匆匆来了。你在胡闹什么？还不赶紧把香儿放开！他以下犯上，对本宫不敬，本宫杖毙他，只是以儆效尤。婆子用力吐出嘴里的帕子，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上去抱住苏贵人的腿，大声哭嚎：贵人救我！公主殿下要将我活活杖毙！我跟了贵人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苏贵人怒气冲冲对我道：你怎么能如此狠心？你知不知道香儿跟了我10几年，我今天在这里，看谁敢动她？还有婉柔，她是你亲表妹，千里迢迢特意来投奔你，你怎么能把她赶出去？还不赶紧让人把她请回来，好生给她道歉赔罪，就说你之前糊涂油蒙了心，不是故意的。我看苏贵人你才是猪油蒙了心，本宫玉蝶上的母亲是皇后娘娘，凤印盖的是中宫金册，你一个贵人什么时候成了我的母亲？苏贵人的脸从红转白，又从白转青，她嘴唇哆嗦着，手指着我：你这不孝女，当初要不是我10月怀胎生下你，你能有今天的荣华富贵？如今攀上高枝了，就不认亲娘了。我看了一眼这个算不上有姿色的女人，十分厌恶。若不是怀上了女主，她这辈子都只能做个下人。可她还嫌女主不是儿子，哪怕对苏婉柔这个侄女都比对女主好得多，甚至曾经为了在皇帝面前露脸，居然提议把女主送到草原上跟60多岁的可汗和亲，还好被皇后拦了下来。何其狠毒，怎么配称一声母亲？我不想浪费口舌。来人，把这个下人杖毙！我一字一顿道：就在这里，本宫亲眼看着。你敢！苏贵人尖叫，我身后的婆子立马去找了行凳来和板子来，人多势众的直接把仙儿拖了过去，压在凳子上。仙儿发出杀猪般的惨叫：贵人救我！苏贵人气得浑身直哆嗦。你怎么敢？你怎么敢？我垂眸，板子用了10乘10的力气打下来。仙儿一开始还在叫，到后来动静越来越小，只是时不时在板子上抽搐一下。等几十板子下去，他已经全无反应了。婆子探了一下他的鼻息，来回禀我：殿下，他已经死了。苏贵人哀嚎一声，扑倒在仙儿身上，再回头时已是满眼怨毒。你这个畜生！他没了理智，破口大骂：早知当日你生下来，我就该把你溺死在公桶里。你要把谁溺死在公桶里？我俩同时回头，皇后满面威严，带着一群人出现在我身后。苏贵人面色惨白，哆嗦着说不出话来。小小贵人竟然要溺毙公主！皇后怒道：你这是藐视皇室，谋害皇嗣！苏贵人已经吓得动都不敢动了，扑在地上涕泗横流。臣妾只是一时糊涂，皇后娘娘恕罪。初儿，皇后顿了一下，扭头看我：你觉得该如何处置？我知道皇后是怕我不高兴，苏贵人毕竟是我亲生母亲。以前皇后也知道苏贵人欺压亲生女儿的事，几次想为女主出头，但都被女主求着劝下来了。几次下来，皇后也恨铁不成钢，
不再多管闲事了。他这是怕我又要给苏贵人求饶。苏贵人看向我，眼里迸发出戚戚的光芒。公主，你帮我求求皇后娘娘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可是你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我垂眸看着他，他挤出一丝讨好的笑。我淡淡道：回禀母后，谋害皇嗣，按律当斩。你敢？苏贵人尖叫起来，我要见皇上，我要告诉皇上，你这个不孝女要杀了亲娘。住嘴！皇后身后的嬷嬷会意，冲上去给了苏贵人2巴掌，她嘴角的血顺着流下来，呜呜的说不出话来，眼睛死死瞪着我。皇后也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要杀了苏贵人，她神色复杂的看了我一眼，眼里似乎有些同情。我一愣，很快反应过来，皇后大概也知道苏贵人平时对原身有多差，估计是觉得我被欺压太久，终于发疯，想吓唬苏贵人一下。但其实我是真的想杀了她，毕竟她是原身的亲娘，也不是我亲妈。我对她除了厌恶，没有丝毫感情。苏贵人藐视皇族，但毕竟没有酿成大错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我会禀告陛下。他看了一眼流泪摇头的苏贵人，把苏贵人打入冷宫，此生不得出。苏贵人一下子瘫在地上，连哭都哭不出来了。我没再看他，跟着皇后回了宫，一直到皇后宫里请安后，她让我坐下。听说你最近杀了一个侍卫。我点头，回母后，那侍卫遇到刺客时把我推出去，我怀疑他和刺客是一伙的。他不是你小时候的玩伴，我记得你当初说你们情谊很深，为了救他，还特意求到我这里，一个罪臣之后罢了，谈不上什么情谊。皇后满意的点点头，早该这样，你之前就是性子太软，过于善良，如今倒是长大了。我躬身，都是母后教导的好。好，她抚了一下我的头发，这才是我的好孩子，以后谁再敢给你气受，就跟本宫说，本宫给你出头。我笑了，多谢母后。在公主府门口看到苏婉柔时，我还以为看错了，她难道又不怕死了？在看到她身边的人时，我就懂了。顾雀兰大步上前，对我怒道：你怎么能把婉柔赶出来？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在京城要怎么生存？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找到她的时候，她正被一个乞丐欺负，若不是我去得及时，她……顾雀兰指着我的鼻子道：我知道你是嫉妒我和婉柔的情谊，我告诉你，即使我迫于无奈娶了你，婉柔在我心里也远远比你重要。她出身贫寒，却心地善良，你虽是金枝玉叶，却连她一根手指都比不上。我沉默了，在心里问系统，这是男几？系统这次知道好歹了，小声央求，这是男2，重要人物，你千万不能再杀他了。我看着顾雀兰，挺拔如青松的少年郎，满身的书卷气，也怪不得是男2。顾雀兰是上京赶考的书生，盘缠都被歹人抢走后身无分文，生了重病无钱医治，昏迷在公主府旁不远的小路上。是原主出府时看到觉得他可怜，偷偷扔了一锭银子给他。顾雀兰重病时也没看清原主面容，只看清了原主裙子上的玉坠。他靠这锭银子治好了病，参加了科举，考上了状元。打马游街时，公主眼见少年郎鲜衣怒马，面若冠玉，第一次有了少女心事。皇后看出来后，主动告诉了皇上，本朝也没有驸马不得入朝的规定，皇帝就派人去问顾雀兰是否愿意。顾雀兰没有拒绝，然而她第一次去公主府时，却见到了挂着那枚玉坠的苏婉柔。那玉坠是苏婉柔见了喜欢，问原身要过去的。顾雀兰却以为当初救她的是苏婉柔，她对苏婉柔动了心，向苏婉柔袒露心意。苏婉柔也没有解释，反而为了博取同情，向她诉说自己寄人篱下的不易。顾雀兰在她的引导下，对公主善意全无，只觉得公主刻薄恶毒，不仅对原主横眉冷对，甚至在皇帝死后，她直接给女主写了休书，让女主沦为全京城笑柄。系统颤巍巍提醒我，死的主角太多了，世界会崩坏的，你也活不下去的。原来是这样，这是我的家事，也是我的府邸，与你何干？我实在不解，若你可怜他，自然可以把他接到你府里照顾，为何要慷他人之慨？周围有只敢在外围看热闹的百姓指指点点，就是和人家公主都快成亲了，还和别的女人不清不楚，所谓的状元郎，好一个慷他人之慨，可不就是慷他人之慨？顾雀兰面色一沉，婉柔是你表妹，你滥杀无辜，现在还把她赶出来，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样铁石心肠的女人？我笑了，我杀的那个侍卫与她有私情，你可知道？顾雀兰一愣，看了苏婉柔一眼，苏婉柔哭着说，我没有，你还往她身上泼脏水。顾雀兰勃然大怒，你知不知道名声对于一个女子何等重要？真是好歹毒的心思！我知道你就是嫉妒我对婉柔的心意。我告诉你萧绰，我已经答应了婉柔会娶她做平妻，我永远也不会喜欢你这种恶毒的女子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我惊呆了，问系统，他不是疯了吧？你们这个世界是正常世界吗？系统小心翼翼道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我简直气笑了，他一个还没官职的状元，
当着公主的面大放厥词以后要娶平妻，是嫌九族活的时间太久了吗？系统沉默了，许久小声道：“女主喜欢他，女主不会和他计较的。”我懂了，这群人就是仗着女主不会计较才蹬鼻子上脸。可惜这具壳子里已经换人了。你既然不愿意娶我，当初父皇派人询问你的意见时，你为何同意？你可知不敬皇家，欺君之罪是什么下场？来人！我指着顾雀兰，把这个欺君罔上的罪人给我抓起来，本宫要亲自向父皇禀报。我身后的侍卫已经习以为常，迅速把顾雀兰按住了。顾雀兰还以为我在吓唬他，抬头冷笑道：“你以为威胁我就怕了？萧绰，你想用强权迫使我妥协？做梦！”我懒得给他废话，挥手走。直到进宫后，顾雀兰才反应过来我是认真的。她咬牙道：“萧绰，你发疯了不成？我何时欺君了？是你把婉柔赶出来，我才为她打抱不平。你凭什么说我欺君？”再走几步，他音量变低：“这不过是我们的家事，皇上每天忧国忧民，我们不为他分忧也就罢了，如何能去打扰皇上？”我微笑：“无妨，这也是父皇的家事。想来父皇看我这个女儿受委屈了，也不会觉得麻烦。”顾雀兰姿态低了下来：“我与婉柔没有什么，只是觉得她可怜而已，你大可不必如此小题大做。”一边的苏婉柔也吓傻了，被拖着哭哭啼啼：“表姐，我与驸马间清清白白，我是你亲表妹啊。姑母之前叮嘱你要好好看顾我的，若是姑母知道了，她该多伤心。”“无妨。”我摆摆手：“你姑母上午因为藐视皇家已经被打入冷宫了，想来她不会知道的，知道了她也顾不得你了。”苏婉柔彻底傻了，尾顿下来，被侍卫揪着继续往前。刚到殿前，我酝酿了一下，大哭出声，跑着进了殿。“父皇，父皇，您可要为女儿做主啊！”皇帝抬起头，微微皱眉：“绰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“父皇，我很掐一把大腿。之前臣心仪顾雀兰，怕她不喜欢臣，才让您提前问问她，她当时也同意了的，而臣还以为她是愿意娶我的。”皇帝震怒：“竟有此事！”我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。他若早说心悦他人，而臣也不会强求，为何早有了心上人却欺骗父皇？这岂不是……皇帝替我补上了我没说完的话：“欺君之罪。”他冷冷看着顾雀兰：“顾雀兰，公主所说可有此事？”顾雀兰面色一白，额头沁出冷汗：“陛下，此事全是误会。草民与苏家小姐清清白白，只是曾蒙他所救，想要报恩而已。”“啊，他对你有何恩情？”顾雀兰不太敢抬头。草民高中之前曾经被歹人打劫，受伤后昏倒在街上，无钱医治，是苏小姐施舍了草民银子，草民才得以存活，因此感念恩情。皇帝眯眼：“你既然昏倒，如何知道救你的是他？”草民半梦半醒间，曾见恩人身上有一枚玉佩，后面在苏小姐身上见到，苏小姐自己也承认了，此事绝对不假。草民不敢欺君，玉佩何在？他说着看向苏婉柔：“你快把那块玉佩拿出来啊！”苏婉柔身体摇摇欲坠，死死咬着下唇。顾雀兰催促道：“婉柔，你快把玉佩拿出来给陛下过目，好让陛下知道我们没有欺君。”苏婉柔避开他的视线：“我没带。”“你分明带了。”顾雀兰急了：“我刚才还见到了。”皇帝看向苏婉柔，苏婉柔脸色惨白，只能掏出那块玉佩。太监很快把那块玉佩呈上去：“陛下请过目。”皇帝看了一眼，很快认了出来：“这不是绰儿的玉佩吗？这还是他生辰时朕赏给他的，为何到了他人手里？”苏婉柔浑身颤抖起来。我哽咽道：“是苏小姐前些日子说喜欢，而臣说这是父皇赐的。苏贵人却说苏小姐是儿臣的表妹，一块玉佩而已，说儿臣吝啬，对家人刻薄。她哭着逼儿臣，儿臣实在没有办法。”我深深磕头下去。皇帝显然知道原身性格软弱，知道这是原身会做出来的事，丝毫没有怀疑。只有顾雀兰怔住了，他猛地转向我，声音干涩：“你是说这块玉佩是你的？当时救我的人是你？”他激动起来：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大太监怒喝：“大胆！一介草民，胆敢对公主不敬！”我沉默了一会儿，低声道：“你从不曾告诉我此事。”顾雀兰身体微晃，神情里全是刺痛。皇帝冷笑一声，他以前很赏识顾雀兰，不然也不会让她上主，可现在他看向顾雀兰的眼里却全然是厌恶。玉佩在手里，你便心仪谁？若是一个男人救了你，难不成你还要当托儿也不成？皇帝虽然对原身这个女儿没多少感情，但事关皇家尊严，顾雀兰敢打原身的脸，就是打他的脸。他猛地把玉佩砸在顾雀兰头上：“糊涂东西！你若是不想娶朕的绰儿，朕也不会强求，何必在答应后又和别人暗通款曲？你这是欺君之罪，罪该万死！”顾雀兰头上的汗大滴大滴落下：“陛下恕罪，臣也是受人蒙骗。”皇帝冷冷道：“不必多言，拖出去砍了，3族流放，9族不得科举入仕。”顾雀兰脸色比死还难看，
声音颤抖起来。陛下，他猛地回头看我，眼里再没有了曾经的厌恶和冷漠，全然是哀求。殿下，我只是受人蒙骗，我一时糊涂，并非有意啊。我突然觉得很可笑，这些人都在肆无忌惮伤害女主，却又在自己受到伤害第一个去求女主救自己。其实他们除了女主的心软外，也没什么可以仗的。皇帝目光落到我身上，系统已经尖叫起来了。宿主，你不能让女配男二死，他们是重要主角，男三已经死了，要是再没了，他们这个世界会崩坏的。我擦了擦眼泪，父皇，顾雀兰毕竟曾与儿臣有过婚约，儿臣也不忍心看他去死。顾雀兰眼里亮起了光，不如全家情字发配开矿好了，也能将功补过。开矿的都是重刑犯，环境恶劣，吃的更是猪狗不如。总而言之，比死了更难受。他曾经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状元郎，一夕之间成为脸上情字的阶下囚，落差之大，如何能受得了？顾雀兰面如死灰，瘫软在地。至于苏婉柔，我扫了她一眼，毕竟是儿臣血亲，不如就入教坊司吧，也就是官窑。苏婉柔两眼一翻，直接晕了过去。我在心里问系统，我是不是很仁慈，留了他们一命？系统流泪，谢谢你啊，代善人。皇帝叹气，你从小便心善，如此便依你吧。我笑起来，谢父皇。顾雀兰离开京城那天，我去送行了。曾经风光一时的顾家人，全都成了阶下囚。他母亲老泪纵横，跪倒在我面前哀求：公主殿下，求您跟陛下求求情，雀兰是你夫婿啊，你不是喜欢他吗？你跟陛下求求情啊！顾雀兰看着他跪在地上给我磕头的母亲，眼睛一红，她抬起头看着我，眼里再也没有了曾经的傲慢，颤声道：绰儿，这些都是误会，你能不能帮我跟陛下解释解释？我母亲年纪大了，怎么能熬得过去？我看着她，突然笑起来。顾雀兰，我有时候真不明白，我贵为公主，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居然只仗着我喜欢你就敢这么折辱我。除了我的喜欢，你又有什么依仗？算什么东西？我凑到他耳边轻声道：如今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，你的前途无量，你母亲父亲的安享晚年，只因为你的愚蠢，全都没了。从此以后，你不再是风光无限的状元郎，你是受人鄙夷的阶下囚，是全族的罪人。哦，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老家把你从族谱除名了。顾雀兰浑身颤抖起来，面色惨白。不，我直起身，笑得灿烂。你这个蠢货！说着，我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顾雀兰泣血般嘶哑的哀嚎。不，殿下，苏婉柔被人救出去了。丫鬟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小心翼翼道：听说是裴公子亲自去救的。裴瞻，我闭上眼。这是目前出现的第3个男性角色，也是真正的男主。相比于之前男2、男3，这个裴瞻才是真正的狠人。他是圣国皇子，圣国兵败成为大夏后，他只身入夏成为质子，从9岁开始，一待就是16年。皇帝把他就近放在宫里，说是和其他皇子一样看待，其实不过是软禁他罢了。宫里人拜高踩低，裴瞻在大夏的这些年受尽冷眼，甚至吃不饱穿不暖，是女主看他可怜，出宫前一直偷偷给他送吃的用的。在皇兄欺负他的时候，壮着胆子帮他说话。裴瞻一直对女主很好，长大后对女主处处照顾，每次出宫都会给女主带她最喜欢的糖葫芦。女主一直叫裴瞻裴哥哥，还真当他是哥哥。但裴瞻只是利用女主打探朝堂消息而已，他私下一直收买朝臣，厉兵秣马，终于有一天深夜造反，杀进了皇宫。当时还是苏贵人给皇帝出主意，说女主和裴瞻青梅竹马，感情甚笃，不如以女主威胁他退兵。皇帝本来就对这个女儿没太多感情，慌乱之下也同意了。只有皇后一直不肯，可惜皇帝心意已决，让人把女主绑在城墙上，威胁裴瞻退兵。裴瞻只是冷笑一声，一剑洞穿了女主肩头。后来裴瞻登基称帝，杀了女主全家，只留下女主折磨泄愤。可怜女主亲眼看着往日最亲近的裴哥哥杀了他所有家人，为了折辱自己，他甚至把他没名没分地留在后宫里泄欲，还把苏婉柔也内进后宫。苏婉柔对女主百般折磨，让女主千金之躯给她打水洗脚，白天还要洗刷公桶。也就是在这时，女主发现自己怀了身孕，只可惜她还没来得及告诉裴瞻，此事就被苏婉柔知道了。为了谋害这个孩子，苏婉柔诬陷女主给自己下毒。裴瞻得知后大怒，生生打断了女主的双腿，女主也因此流产，从此成了跛子。那之后女主就经受不住，彻底疯了。她身子一天比一天差，临死前她的神智彻底模糊，记忆停留在了幼时。裴瞻终于放下了对女主的仇恨，他去看女主，女主惊恐后退。裴瞻急道：我是你裴哥哥。女主摇头流泪道：你不是裴哥哥，裴哥哥对我最好了，他会给我买最喜欢的糖葫芦。裴瞻心内大痛，
终于后悔自己对女主太过分。之后的每一日，他都会带糖葫芦给女主，可女主还是在肝肠寸断后心衰而死。死后，所有人都开始后悔了。裴瞻追封女主为皇后，一夜白头。帮助裴瞻造反的顾雀兰也恨裴瞻杀了女主，开始处处和裴瞻作对。他在女主曾经最喜欢的桃林里给女主立了衣冠冢，上面刻着爱妻处儿。陆直则偷走了女主尸骨，随身携带，浪迹天涯。剧情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系统骄傲道：“怎么样，情绪拉扯很足吧？这可是我们最好的追妻火葬场剧情了，大家都很喜欢呢。”我垂眸笑笑没说话。裴瞻他已有取死之道。找到裴瞻时，他正在练字。你把苏婉柔就走了。我开门见山，从头到尾，裴瞻对苏婉柔都没什么感情。他留下苏婉柔，不过是知道女主不喜这个表妹，用苏婉柔来折辱女主罢了。原剧情的最后，裴瞻追妻火葬场后，也把苏婉柔做成了人质泄愤。这个人爱的，从头到尾都只有他自己。裴瞻朝我笑笑，她不是你表妹吗？去了那种地方，我怕会影响你的名声。我刚买了糖葫芦，尝尝。他说着，亲手取下糖葫芦，也不在意糖稀弄脏了他修长白皙的手指，嘴角含笑。不得不说，不愧是男主，这卖相是真好，芝兰玉树，看着真是一派光风霁月，笑容里满是温柔真诚。也怪不得女主傻乎乎把人家真当了哥哥，最后被卖了还在帮人数钱。就说这糖葫芦10年如一日坚持，女主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有，一般人哪有这种耐心？他不成功谁成功？见我没接，裴瞻笑意轻缓，是我救了你表妹让你不高兴了，那我就把她送回去，我也都是为了你而已。我微笑，不必，既然你把她带回来了，就好好帮我养着她吧。我扫了一眼桌上，裴哥哥，你在练字？裴瞻不着痕迹地把桌上一封信收了起来。是啊，还没收拾，有些乱，你要不要一起？好啊，我就坐在他桌前看他练字。裴瞻何等谨慎，每日饮酒作诗，踏青文会，一副卓氏家公子不染红尘的样子，连皇帝都被他骗了过去。哪怕对女主，他也隐藏得滴水不漏。一连去了他那里1个月，我也没抓到任何他谋反的证据。不过好在我知道剧情，从他登基后提拔的人来推断，也大致能知道谁现在就和他有勾结。我开始亲近皇帝，每日做了羹汤给皇帝送去。皇帝一开始对我不冷不热，原身性格懦弱内向，从不出众。他对这个女儿也没有什么感情，但我坚持天天去，特意找太医院的人学了按摩手法，在皇帝头疼时给他捏头闭发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时间久了，皇帝看我的眼神里也带上一丝温情。一次看完奏折后，他大怒着把桌上所有的东西扫到地上，喘着粗气道：“放肆！一群混账！朕迟早要杀了他们。”皇帝年迈昏聩，朝堂混乱，不然也不会让裴瞻有可乘之机。如今四处都有反叛，曾经的附属国虎视眈眈，民不聊生，烽烟四起，朝臣结党营私，都在劝皇帝早立太子。皇帝深感年迈体衰，儿子却越来越年轻力壮，对立储的事情愈发恼怒。他们都希望朕早点去死。处儿，皇帝扭头看我，神色阴沉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朕应该早些立储？你希望朕立谁为太子？我心内一震，面上不动。父皇春秋鼎盛，何必急着立储？儿臣觉得每位哥哥各有长处，但毕竟太过年轻，如何担当大任？我走过去，轻轻揉着皇帝的头，不过是群迂腐不化的老东西，父皇又何必听他们唠叨？要儿臣看，父皇还年轻力壮，这天下的大船也只有父皇能把握航向，天下的百姓也只爱戴拥护父皇，您大可不必这么早谈立储。皇帝顿了一会儿，我能感觉他紧绷的身体终于松弛了下来，他长叹了口气，还是女儿好啊。从那以后，皇帝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。他不知道，他身边最信任的大太监早就被裴瞻收买了，每日给他在膳食里下无色无味的毒药。我并没告诉他，对于一个能把自己女儿绑在城墙上用来威胁别人退兵的父亲，我实在没什么可同情的。而且一个生病的皇帝，比一个健康的皇帝对我来说更有用。皇帝开始头晕眼花后，不再自己看奏折，而是让我每天帮他念奏折，甚至会让我帮他批阅。我是公主，他不会忌惮我。而且皇后膝下唯一的皇子大皇子，早年征战时被人暗害断了一条胳膊，没了继位的可能。这些年皇后从不过问朝政，大皇子也纵情山水。对于皇帝来说，我这个皇后膝下的女儿确实是最可以让他放心的人了。我以为事情进展的无人知晓，直到有一天，皇后把我叫到了宫中，她平退了所有人，问我：“绰儿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”我低头恭顺，我想做什么，母后应该清楚。皇后紧紧捏住椅子扶手，你哥哥已经是残废，他继承不了大统。我恭顺道：“哥哥没了，还有我。”屋里寂静无声，落针可闻。许久后，
皇后死死盯着我，一字一顿道：“你疯了啊！绰儿，你是公主，你是……”我知道她想说什么。你是女子，女子如果做得了皇帝，我猛地抬头，公主又如何？皇子又如何？母亲，您曾跟着祖父征战四方，屡立奇功，若不是先皇命你入宫，你能创下何等功绩？您曾率领3000铁骑踏平巴图布赫营帐，生擒可汗和他的7个儿子，男人可能立下这样的战功。屋里沉香袅袅，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回荡在这死寂的深宫。如今您被困在这砖墙之内，如同笼中鹰隼，您难道就不曾后悔过吗？后悔过吗？悔过吗？回音环绕，皇后怔怔地看着我，她张了张嘴，似乎是想说些什么，但最后她什么都没说。我并不觉得失望，女子称帝在这个时空是从未发生过的事。皇后虽是将门之后，这个想法对她来说也实在惊世骇俗。来之前我就知道我可能说服不了她，但我也知道她不会出卖我。原剧情里，女主被绑在城墙上时，只有皇后拼死要救她。我也知道皇后手里有外祖留下的一只铁甲卫，曾经是她的亲卫，这些年一直分散豢养在城郊别庄里。铁甲卫只有皇后可以命令，是她父亲留给她的保命符。这么多年，连皇帝都不知道铁甲卫的存在。原剧情裴瞻造反囚禁女主后，皇后曾经试图营救过女主，只可惜那时裴瞻大势已成，回天乏术，皇后没能救得了女主。铁甲卫最后拼的只剩下110人，拼死护送皇后离开了。我知道皇后对这个自小养育大的女儿有很深的感情，我深深鞠躬。母后不必担心，此事臣一力承担。若是将来臣赢了，必尊您为太后；若是败了，而臣会留下遗书，自述此事从头到尾和您没有牵连，自刎了结。说着，我转身就要离开，却在迈出宫殿时，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。皇后似有疲惫，声音很轻又很重：“你外祖临走前给我留下5000人马，这是调动他们的符令，你拿走吧。”我扭头，他朝我伸着手。偌大的宫殿里，只有一束冰冷的阳光照在他掌心上，那里正躺着一枚同色的虎符。有了皇后的帮助，我在朝堂上的活动更加如鱼得水。皇后母族虽然早就交出了兵权，毕竟多年经营还是有些根基。当年外祖一手举荐的很多朝臣都私下和皇后有联络，只是皇帝并不知道。裴瞻的毒每日积累，皇帝身体日渐孱弱，他对正值青壮的皇子猜忌到了顶峰，唯独对我这个哥哥残疾、母族示弱的公主愈发信赖。我每日去帮他批奏折，手早就伸到了朝堂之上。裴瞻也不知道他是个聪明人，但过去和原主相处多年，对原主的了解让他从来不曾警惕过我。即使他发现了，恐怕也不敢猜测我的谋划。又一次去找裴瞻时，他不在，我跟管家说在屋里等，等了一会儿还没等到，干脆就进了后院，却正好碰到了正在花园里赏花的苏婉柔。她身着水红锦缎百蝶穿花襦裙，头上是一整套宝石头面，华丽非常。看来裴瞻还真挺喜欢我这位表妹。一见我，苏婉柔再也没有了曾经的惶恐，她得意地看着自己染了单扣的指甲。殿下没想到吧，我会被裴公子救到这里来。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你过得不错，那是自然。裴公子说很喜欢我，还要给我个名分呢。我没说话。苏婉柔把我的沉默当成伤心，勾唇道：“绰儿，你贵为公主又怎么样？你喜欢的男人没一个喜欢你，哪怕你用强权去压迫他们，他们喜欢的还是都是我。”他越说越开心，步步逼近，带着恨意和快感。你以为裴瞻就是喜欢你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他每次说亲手给你买的糖葫芦都是下人买的，你每次走后，他都会厌恶的去沐浴。他根本就不喜欢你，你这个蠢货，没有男人喜欢你，那又怎样？我平静道。我为何要男人喜欢？我贵为公主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男人的喜欢能给我带来什么？苏婉柔一滞，随后咬牙道：“你别强撑了，一个没有男人喜欢的女人有多可悲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”我淡淡道：“我不清楚，有没有男人喜欢我都是公主。表妹，我劝你还是对我恭敬一些，若是我去禀告父皇裴瞻私藏官妓，你们两个恐怕都没什么好下场了。”苏婉柔面色一变：“你不会的，裴瞻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舍得？”我笑笑。我已经送走2个男人了，我舍不舍得，表妹恐怕是最清楚的。苏婉柔大概这才反应过来，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绰儿了。她眼里流露出一丝后怕，正想说话，身后却突然传来裴瞻的声音：“说什么呢？”我回头，裴瞻走了过来，不着痕迹地把苏婉柔护在身后。“你们姐妹俩说什么提及话呢？”她伸手拉过我：“我刚给你买的糖葫芦，多加了你最喜欢的糖稀，跟我去尝尝。”苏婉柔也知道裴瞻是在给她解围，在他身后对我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。我没争辩，顺从地跟着裴瞻离开。没记错的话，
穿起来的虎符在衣服里摩擦着脖颈，我隔着衣服轻轻捏住，没记错的话，今晚裴瞻就要造反了。沿街火把像是燃烧着的龙，火星被大风吹起。裴瞻带领的禁军很快攻到了最后一道城墙下，皇帝站在城墙上，怒不可遏地指着禁军首领王威：“朕待你恩重如山，你居然背叛朕！”王威面无表情：“陛下，臣本就是裴殿下的人，忠于自己的主子，谈何背叛？”皇帝色厉内荏地对裴瞻喝道：“尔等反贼岂敢谋逆？难道就不怕这天下人口诛笔伐吗？速速退兵，朕饶你不死！”见裴瞻没反应，他又怀柔道：“你来大夏这些年，朕待你不薄，朕的皇子公主也跟你亲如兄弟，你为何要造反？”裴瞻冷笑：“你是指冬天把我推进池塘打赌看我多久会死的皇子，还是逼我学狗叫的皇子？”皇帝语塞，皇子们年幼时对于裴瞻的戏弄，他大概也有所耳闻，只是裴瞻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质子，他懒得去管罢了。那朕的绰儿呢？绰儿总对你情同手足吧？他对你是真心的。这下轮到裴瞻沉默了，他冷冷地看了皇帝一眼：“陛下身边有奸臣，臣只是来清君侧罢了，还请陛下打开宫门，不然臣就只能强攻了。”谁都知道清君侧只是一个借口罢了。危急关头，有人看到了刚赶来的我，冷宫在混乱中无人把守，趁乱跑出来的苏贵人指着我兴奋道：“陛下，裴瞻和绰儿自幼一同长大，青梅竹马，不如把他绑在城楼上逼裴瞻退兵，他一定会妥协。”皇后怒喝：“虎毒尚不食子，她是你亲生女儿！”苏贵人声音尖利：“臣妾也舍不得，可是为了陛下，为了陛下的江山，臣妾不得不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啊！”皇帝有些犹豫地看向我，这辈子我陪了他那么久，他对我终究是有些感情了。我静静回望着他，片刻后，他闭上眼，挥手道：“把公主绑上城墙。”我笑起来，晚风烈烈，我的发髻被吹散，纷乱的头发挡住了我的眼睛。我挥了挥手，一支暗箭从我身后的黑暗处发出，正中皇帝心口。皇帝双目圆瞪，呵呵喘了半口气，直直向后倒去。他身后太监惊叫：“陛下，逆贼刺杀皇上，随我护驾！”我的声音响彻在夜空里，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，我身后传来了整齐的脚步和厮杀声。杀啊！诛杀逆贼！随殿下护驾！皇后的铁甲军杀进战场，曾经征战沙场的士兵身上是带着血气的。裴瞻虽然早有谋划，但禁军到底从未上过真正的战场，没多久就被铁甲军大破，丢盔弃甲。我登上城墙，铁甲军将领快步上前，单膝下跪：“殿下，群龙不可一日无首，现在只有殿下能为陛下复仇，请殿下登基吧！”所有人哗然。苏贵人指着我：“她一个女子，怎么可能当皇帝？你疯了不成？”赶来护驾的大臣也纷纷指责：“聘姬司臣，天下大乱，女子怎么能登基？简直是荒谬！”也有我的幕僚为我说话：“皇子难堪大任，今夜若不是殿下，这天下都要换了姓。为何殿下不能登基？殿下力挽狂澜，胸怀天下，得臣民爱戴。若是陛下还在，想必也会传位于殿下。”荒唐！从来没有传位给公主的先例，这不就有了吗？一个姓石的御史走出来，指着我痛骂：“公主怎么能坏了祖宗规矩？私自养兵已是大罪，还不快把虎符交给皇子，退下认罪！”哦，取死之道！我抽出铁甲卫的刀，一刀砍掉了他的头，血溅3尺。石御史的脑袋滚落在地，眼睛里闪过一丝茫然。石御史君臣情深，已追随父皇去了。我扫了一眼在场所有人，还有谁想为父皇殉葬？所有人目瞪口呆，鸦雀无声，只有衣袍猎猎。片刻后，左相先站了出来，他是皇后的人，他跪在地上大声道：“陛下乃是天命所归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有人也跟着跪下了。慢慢的，跪下的人越来越多，我面前没再有一个让我仰视的人。苏贵人身子一软，瘫在地上。城墙上山呼海啸：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城墙下，裴瞻已被押解，他抬起头，难以置信地看向我。我走到皇帝身边，轻轻抚住他睁着的双眼：“父皇，朕会替你复仇，安息吧。”再见裴瞻时，我已经彻底坐稳了龙椅。裴瞻比我想象中好一些，即使身在大牢，他也没那么狼狈，维持着他的风骨。一见我，他并没求我放他出去，只是垂眸道：“绰儿，这些日子你还好吗？”“不是很好。”我说的是实话，最近杀的人实在太多了。父皇独自一人在地宫里怕是寂寞，我让苏贵人去地下陪他了。我来得太晚，虽然在皇后的帮助下在朝堂有所经营，但还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。还好这些声音杀着杀着就少了，再多杀一些就没了。我不在乎史书怎么写我弑父或是篡位，我只知道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。裴瞻苦笑一下，伸手从栏杆处握住我：“你受了很多苦吧？
你这样良善温软的性子要做到这一步一定很痛苦。是谁在逼你？皇后还是大皇子？他还是不信我敢谋朝篡位。绰儿，他看着我，眼底一片心疼。我很想帮帮你，我知道这担子对你来说太重了，你放我出来，我可以帮你。我弯了弯眼睛，是啊，当皇帝孤家寡人实在高处不胜寒，不如我放你出来。裴哥哥，你来帮我做这个皇帝好不好？裴瞻一顿，其实我造反都是被逼的，我对这个位置从来都没兴趣，但我很心疼你，我想帮帮你。他手指用力，声音难以抑制，带上一丝急切。若是他日我当了皇帝，你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，我们共享这天下。哈哈哈！我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，擦了擦眼泪道：裴瞻，我以前没看出来，你还挺幽默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你要造反了。我凑过去轻声道：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拆穿你吗？他难得愣住了，我嘴角带上一丝嘲弄，经房森严，若不是你，我就凭那5000人怎么可能成功？谢谢你多年努力为我做嫁衣，裴哥哥。裴瞻怔怔看着我，他下意识后退一步，像是我突然变成什么怪物。我看着他，这个身处囚笼的男人，再也没了原剧情里对女主强取豪夺的高高在上。他生生打断了女主的腿，留了女主的孩子，搓磨死了女主。如果说男二男三只是渣男，那他就是畜生不如。最后他的结局是什么来着？哦，后宫佳丽3000，却孤家寡人一生。何等讽刺的追妻火葬场！女主只是失去了身份、家人、尊严、孩子、健康和生命，男主可是失去了一生之爱啊！我死死盯着裴瞻，一字一顿，终于满意的在他眼里看到了肝胆俱裂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做成人质，放进宫房里。男主不是不能死吗？那就给我长长久久的，生不如死的活着吧。裴瞻被我做成人质放在厕所里，苏婉柔就摆在他旁边。往后他们可以好好在一起了。登基后半年，太后催我扩充后宫，我答应了。1个月后，我的后宫多了几十个男人，个个都是世家贵公子，英俊风流，不比男主差多少。当男人成了妃子，也开始争奇斗艳，争宠吃醋。果然，女人只是一种地位。不过现在系统想要几个男主都行了。上朝前，我一个人在大殿上站了很久，透过大门，我能看到深深的宫墙和那之后无尽的土地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土，那都是我的天下。我在心里对系统道：谢谢你。系统沉默许久，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登基以后，我做了个梦，梦里所谓的原剧情不再是脑海里的一行字，而是成了我亲身经历。醒来后，恍如隔世，我终于想起来，那些所谓的原剧情，从头到尾都只是我的记忆，那是我上辈子的经历。那个被护卫背叛，被夫婿休弃，被竹马杀害全家，打断双腿，沦为泄欲工具后失去自己孩子，最后疯癫惊恐而亡的人，从头到尾都是我。而这一切，只是因为我是所谓追妻火葬场的女主。作者毁了我的一切，却在我死后给了我男主的爱，以此作为补偿。可我不甘心啊，我不甘心失去一切，我不甘心死得这么窝囊，我不甘心我人生存在的所有价值，竟然只是为了所谓轻飘飘又虚伪的爱。我不甘心。还让我感觉不对的是，从头到尾，我一个追妻火葬场女主几乎把所有男角色都灭了，系统居然只是轻飘飘说了我几句，一点真正的惩罚措施都没有。这不对劲。为了让我重生，你付出了什么？系统过了很久才回答我，这些年做任务的所有积分，我觉得你是个好人，你的人生不该这样荒谬的停止。我曾经跟主神说过，这样不对，可他跟我说这是你自己选的，路都是你自己走的，你一直渴求的都是被爱，才会沦落至此。求人得人，最后你得到了爱，不好吗？我说你只是被骗了，你只是没接受过别的教育，你只是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比虚无缥缈的爱更重要的东西，比如尊严，比如权利。我用所有的积分跟主神换了一次机会，让你去另一个时空接受不一样的教育，再回来重新经历一次。他跟我赌，如果你能走向完全不一样的人生，就把我所有的积分都还我。如果我还是做出了一样的选择呢？系统笑笑，故作轻松道：那我就会被抹杀，反正这么多年我也早就累了，不玩就不玩了呗。不过我没想到你会这么争气，看来我还得继续做任务去了。我看着大殿外的朝阳，谢谢你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重复谢谢你。我曾经的人生支离破碎，我以善意面对这世界，换来的却是无尽的背叛。我所渴求的爱不过是空中楼阁，最后害我坠入深渊，而到底还是有善意的。这份恩情我无以为报。系统电子音里带着一丝愉悦的不舍，以后好好的，我要继续做任务去了。我点头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后会有期。最后一声低后，陪伴我几十年的电子音彻底消失，身下龙已冰凉。我握紧扶手，大臣从两侧鱼贯而入，
跪在地上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！我目光扫过大殿，殿外朝阳升起，平身